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12章。汤姆不想自己的烦恼了，因为他有了一件新的、重要的事情。贝基撒·切尔没有来上学。汤姆和自己的自尊心争吵了好几天，想忘记他，但是没有用。他没有发现，他晚上总是在他家附近走，觉得很难过。他生病了，如果他死了呢？这个想法让他快要疯了。他对战争或者当海盗都没有兴趣了，生活没有了乐趣，只剩下无聊。他把铁环和球拍放在角落里，他不喜欢他们了。姨妈很担心，开始给汤姆吃药。他总是相信一些特别的药和新的方法让身体更好。他总是想试试新的东西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，因为他不生病，而是在他能找到的人身上。他买了很多关于健康的杂志，那些杂志里有很多他看不懂的东西，但是他很喜欢。他从那些杂志里学到很多，比如空气怎么流通，怎么睡觉，怎么起床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做多少运动，保持什么心情，穿什么衣服等等。他觉得这些都是真的。他没有发现，这个月杂志说的和上个月杂志说的常常不一样。他很善良，所以很容易相信别人。他把所有的杂志和药放在一起，这样他就准备好和疾病做斗争了。但是他没有想过，他不是安慰别人的天使，而是在给别人带来麻烦。用水来治疗疾病是当时新的方法。汤姆的身体不好，姨妈觉得这是机会。每天早上，她把汤姆带到外面，让他站在放木头的地方，然后用水冲他。他用毛巾擦他，然后把他放在湿的床单里，再盖上被子，让他出汗。这样他身体里的坏东西就会从毛孔里出来。汤姆是这么说的。但是汤姆越来越不说话，脸色也越来越不好。姨妈又给他洗热水澡、坐浴、冲澡和泡澡，但是汤姆还是很难过。然后他开始给他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和芥末膏。他觉得汤姆像一个桶，每天都给他吃很多药。汤姆已经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了，这让姨妈很担心。她一定要让汤姆有感觉。她第一次听说了一种叫止痛药的东西，她马上买了很多。她自己试了试，觉得非常好。这就像是液体做的火，她不用水来治疗了，开始相信止痛药。她给汤姆吃了一勺，然后很担心地看着他，想看看效果。他不担心了，心里也平静了，没有感觉不见了。如果在汤姆下面放一把火，他也不会更感兴趣。汤姆觉得他应该改变一下，这样的生活虽然很浪漫，但是没有什么意思，而且变化太多了。他想了很多办法让自己好过一点，最后他决定假装喜欢止痛药。他总是要吃药，让姨妈觉得很烦。最后姨妈让他自己随便吃，不要再打扰他了。如果汤姆是西德，姨妈就不会怀疑，但是因为是汤姆，他偷偷地看着药瓶。他发现药确实少了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汤姆是在用药来治疗地板上的裂缝。有一天，汤姆正在给裂缝吃药的时候，姨妈的黄色的猫走了过来。他看着勺子，想要吃药。汤姆说：“除非你需要，不要吃。”但是猫想吃，你最好确定。猫很确定。好吧，你说的，我会给你的。你不要觉得我小气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，不要怪别人。猫同意了，所以汤姆让它张开嘴，把止痛药倒了进去。猫跳了几下，然后大叫一声，开始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撞到家具，打翻花盆，到处都是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用后腿跳舞，头歪在一边，大声地叫着。然后他跑遍了整个房子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，
姨妈波莉进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猫跳起来，大叫一声，然后从窗户飞了出去，把剩下的花盆也带走了。姨妈很惊讶地看着汤姆躺在地上，笑得停不下来。汤姆，这猫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姨妈。汤姆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，它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姨妈，猫高兴的时候总是这样的。是吗？真的吗？汤姆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。是的，姨妈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你觉得？是的，姨妈。姨妈弯下腰，汤姆很担心地看着她。当他发现姨妈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勺子的把手从床底下露了出来。汤姆眨了眨眼，低下了头。姨妈波莉抓住他的耳朵，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然后用顶针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。现在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只可怜的动物？我是因为可怜它，因为它没有姨妈，因为它没有姨妈。真是的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很大。如果它有一个姨妈，它的姨妈会把它烧死的，会把它的内脏烤出来，也不会可怜它，就像对人一样。姨妈波莉突然觉得很内疚，这件事让她有了新的想法。对猫残忍，也可能对孩子残忍。她开始觉得难过，她很伤心，她的眼睛湿了。她把手放在汤姆的头上，温柔地说：“我是好心，汤姆，而且，孩子，这对你有好处。”汤姆抬起头，看着他的脸，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容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姨妈，我对猫也是一样，这对它也有好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它跳得这么好。走开，别让我生气了。试着做好一次，你就不用吃药了。汤姆上学的时候，时间还早。人们发现，他最近总是这样。那天，和以前一样，他没有和同学们一起玩，而是在院子的门附近走来走去。他说他身体不好，看起来也是这样。他看着各个方向，但是他真正看的是路的下面。过了一会儿，杰夫·撒切尔出现了。汤姆很高兴，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难过的转开了视线。当杰夫·撒切尔走过来的时候，汤姆走过去，想让杰夫说一些关于贝基的事情，但是杰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。汤姆继续等着，每次看到裙子的时候都充满希望，但是当他发现不是他想等的人的时候，他就很生气。最后，没有裙子出现了，他感到非常失望。他走进空空的教室，坐下来难过。又有一条裙子走进了院子的门，他的心跳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汤姆跑了出去，像一个印第安人一样，大叫、大笑，追着孩子们，跳过栅栏，用头倒立。总之，他做了所有他能想到的事情，而且一直偷偷地看着贝基有没有看到他，但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，他一次也没有看他。难道他没有发现他在那里吗？他把他的表演场地搬到了贝基的附近。他大叫着印第安人的口号，抢走了一个孩子的帽子，扔到了学校的屋顶上，撞倒了一群孩子，然后摔倒在贝基的面前，差点让他摔倒，但是他转过身，鼻子朝天。汤姆听到他说：“哼，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幽默，总是喜欢表现自己。”汤姆觉得他的脸很烫，他站起来，难过地走了出去。